西门上台后，顾打字没被废除，统考也没被承认，反而还要在农历新年时被拆灯笼。虽然灯笼过后是有被挂回去，但种种现象都表明，马来西亚仍然有着很严重的种族问题。那么我们华人又该何去何从呢？今天我会带大家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待马来西亚的种族议题。那么事不宜迟，我们开始吧。华人很有钱，马来人很懒惰。这些话相信对于身在大马的朋友一点都不感到陌生。而身为华人的我们也清楚知道，并非全部华人都很富裕。即使在富裕的人当中，华人的比例可能高了一点，也不代表政府可以不公平地对待所有华人。要是华人真的有钱，也是靠自己努力辛苦赚回来。我们华人不偷不抢，凭什么说华人很有钱，或说华人抢走别人的饭碗呢？我们华人什么特权也不要，我们只要政府公平地对待我们，只要政府肯废除顾打字、承认统考，并且在我们申请任何事情时都不要刁难我们，那么我们就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我相信大部分的华人都是这么认为的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在一个宗教和民族至上的国家，身为少数民族的华人是不可能在各方面都取得绝对公平的。不是因为马华要卖华，也不是因为行动党要精进，而是他们真的什么都做不了。如果那些一直批评马华和行动党的人立刻组成新政党，并且成功在下届大选胜出而成为政府，这个新政党也一样会沦为卖华或精进党 2.0。不是这些华人政党不要为华人争取利益，而是他们不敢去得罪这么庞大的多数民族。即使是换任何华人上台，结局都是一样的。我们就不要讲太远，就说说我们自己好了。如果有马来人冒犯我们，一般我们是不是都不会理他们呢？但如果对方是华人或是外行呢，我们可能就会破口大骂，给对方脸色看，不是吗？所以从本质上来说，马华就是我们，我们就是马华；行动党就是我们，我们就是行动党。不敢得罪马来人是所有大马华人的根本性质。所以无论是哪个华人从政，结局都是一样的，除非是马来人自己反省与改变，否则我们华人什么都做不了。但如果你讲说马来西亚民主已死，那么不好意思，其实这才是真正的民主。什么是民主？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。既然华人是少数的，那么当政府实行多数族群都喜欢的政策时，其实这就是所谓的民主。不要误会我的意思，我不是要认同政府的不公平政策，我只是希望大马华人要认清事实与现状，不要为了反而反。所谓的民主其实就是少数服从多数。既然华人是少数，那么我们就要服从多数的马来人。如果我们华人不服从，那么真正最不民主的种族其实不是马来人，而是华人。我知道我这样说可能会冒犯到一些人，但我真的不是要帮马来人说话，我只是希望我们华人能够找出最根本的原因，以对症下药。既然我们活在所谓的民主制度，而且自己还是少数民族，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改变自己的思维，用不一样的方式去争取华人的利益。当然，服从多数的族群不表示我们都要任人宰割，只是身为少数族群的我们，真的不应该追求绝对平等。只要华人能够赢得大多数马来人的尊重，就已经是很不错了。相比起在美国的少数民族，马来西亚的华人其实是很幸福的，至少大多数华人的教育与收入都还不错。所以我们华人应该先要赢得马来人的尊重，然后才去争取自己的好处，而不是为了争取自己的好处而去冒犯马来人。当然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如果我们华人一味的配合对方的话，也有可能会让对方更加得寸进尺。所以我们要有智慧，有策略。但如果我们和马来人硬碰硬的话，肯定会两败俱伤。虽然我们人数少是事实，那么我们就要在认清事实的情况之下，尽可能不冒犯对方，
把华人利益最大化。我们必须圆而不滑，以柔克刚，出奇制胜。但把华人利益最大化，不表示就一定要承认同考，废除不打字。华人应该争取的是享有中文教育、高等教育、宗教自由以及赚取不错的收入。其他的他们要就给他们吧，反正没有太大的头是戴不了太大的帽子的。就像年年都亏损的国产车宝腾要去找中国人帮忙经营，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？我相信类似的状况还是会相继发生的。既然马来人不想承认统考，不想废除不打字以及其他不公平的政策，就由得他们吧，因为这不妨碍我们接受更好的教育以及赚取更高的收入。加上现在的网络这么发达，我们若要透过网络学习和赚钱，根本就不是问题。如果你还没有看过我上次的影片的话，记得看完现在的影片之后，点击下方资讯栏中的链接，因为这影片会告诉大家如何透过网络学习和赚钱的一些理念与方法。回到正题，事实上，我们华人正是因为政府不公平的政策，反而促使我们更加发愤图强，使我们比其他民族更加努力。既然某一些不公平的政策在本质上并没有妨碍我们受教育与赚钱，反而还促使我们更强大，那么我们又何必要争取所谓的绝对公平呢？华人更努力、更强大，不就是另一种的公平了吗？我们平时所争取的公平，其实都是为了那口气而已。我们真的没有必要为了那口气而牺牲民族之间的和睦。如果马来西亚各民族不再和睦相处，这对华人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既然没有好处，那么我们有必要为了那口气而继续追求所谓的绝对公平吗？如果真说要公平，其实我们华人自己也是不公平的。比如在学校或职场上，华人最常被什么种族欺负的？是马来人还是印度人？我相信大多数欺负华人的都还是华人。为什么华人不欺负马来人？因为马来人有政府撑腰啊。为什么华人不欺负印度人？因为印度人又凶又大只啊。那为什么华人要欺负华人？因为华人很好欺负啊！不只是在马来西亚，甚至在美国的华裔也都喜欢欺负华裔。所以当我们在批评别人种族主义时，我们是不是因为自己种族主义，所以才批评别人种族主义？我们是不是因为享受欺负人，所以才不能忍受别人的欺负？我觉得这个现象是全球华人都应该要重视的。如果连华人也不照顾华人，我们还能指望马来人来照顾我们吗？如果华人也歧视他人，我们还可以指望别人不歧视我们吗？正如耶稣在圣经所说，不要论断别人，免得你们被论断。因为你们怎样论断别人，也必照样被论断。你们用什么尺度衡量别人，也要用什么尺度衡量你们。为什么你只看见你弟兄眼中的小事，却看不见自己眼中的大梁呢？既然你自己眼中有大梁，又怎么能对弟兄说，让我除去你眼中的小事呢？你这伪君子啊，要先除掉自己眼中的大梁，才能看清楚，好清楚弟兄眼中的小事。所以凡听了我的这些话就去行的人，就像聪明人把房子建在磐石上，任由风吹雨打，风水冲击，房子仍屹立不倒，因为它建基在磐石上。最后简单总结下，我们要明白民主制度就是少数服从多数，也要意识到华人在马来西亚是少数民族这个事实。当政府为了讨好多数的人时，不要觉得民主已死，反而要意识到这才是所谓的民主。我们要搞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是斗气吗？还是利益最大化？如果我们是要利益最大化，那我们就不应该和马人硬碰硬，反而要圆而不滑，以柔克刚，出奇制胜。我们要意识到和睦相处比争取那口气更重要，不只是面对种族问题，在家里更是如此。不要为了讲道理而讲道理，因而破坏大家的关系。在纠正别人之前，先自我反省，不要因为对方的错而忽略对方的对，也不要因为自己的对而忽略自己的错。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的，我们要绕过现象，明白本质与根源。再来就是我们华人对待马来人的态度，应该是不轻看对方，愿意和他们交朋友或对话，可以不认同他们，但却尊重他们，向他们提供正确的资讯或更好的解决方案。我们要严以律己，宽以待人，
做好自己的本分之余，也不要期望别人会立刻改变，因为想法一旦根深蒂固，不是3-2年就可以改变的。OK，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你把我的影片看到最后。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感想或想法的话，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。要是你觉得我的分享不错的话，那么记得按赞、转发、订阅和关注，也可以看回我上次的影片。如果你想要看更多有意义的资讯、知识与价值观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打开下方的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所有的影片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